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能够垂直起降的运输机，全身上下遍布10台发动机，能让它在恶劣的道路上顺利起降，堪称冷战中的黑科技。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这款 DO31 运输机。DO31 运输机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末，由德国多尼尔航空制造公司设计研发。在二战之后呢，当时的西德空军越来越担心其机场受到苏联部队的空袭，所以计划发展一种具备短距起降的飞机，最好是能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起降，这样就算自家机场都被打烂了，也不影响飞机起飞。其中最著名的成果呢，就是将洛克希德的 F104 战斗机放在斜坡上，使用推力火箭进行起飞，看起来非常的粗犷暴力。而当时的英国已经策划研发耀式垂直起降战机了，处在阵营对抗一线的西德也同样如此。别看它只是半个德国，科研能力呢一点也不差。德国决定选择研发垂直起降的运输机，毕竟军用运输机虽然不是战斗型飞机，但是空运能力是现代战争后勤和运输效率的一大指标，因此各个军事大国都非常看重运输机的研制工作。而对于运输机而言，往往最看重的就是短距起降能力。如果德国能够研发出垂直起降的运输机，这不就又一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吗？于是这一计划最终交给了西德的道尼尔航空公司，问世的产品就是 DO31。该机呢，在1962年2月正式启动研制。道尼尔公司主要负责项目总体的设计和研发，英国罗罗公司后来加入其中，主要负责发动机，占比约40%。其中研制垂直起降运输机和垂直起降战斗机的整体理念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利用喷气式发动机或者升力风扇提供垂直向上的升力，然后通过偏转发动机喷口或者其他手段来改变推力方向，进而进入平飞阶段，降落的时候基本再反着来一遍。但德国的难点在于运输机的体型和重量要比战斗机大得多，需要推力更大的发动机和更复杂的控制系统。德国给出的解决方案呢，是为该机装备10台大功率发动机，它们又可以被分为2组。一组是2台飞马5矢量喷口涡扇发动机，和英国耀式战斗机使用的型号是同一个系列，每台输出约69千牛推力，在机翼下方挂着，每台发动机的两边各有2个可以旋转的喷口，其引擎的气体呢是通过发动机吊舱侧面的4个可偏转喷口来实现动力输出的。吊舱侧面的4个偏转喷口可以引导排气朝前30度和向后80度的方向喷出，这样就可以实现提供垂直起降。飞行员也可以通过调整飞马发动机的喷口方向，实现飞机前进、左右方向调整，甚至倒退飞行。这个主意呢，在当年堪称是天才的设计方案。不过 DO31 运输机作为一款空重 49.5 吨的运输机，单独靠这2具引擎根本无法有效地实现垂直起降，因此设计师在机翼翼尖部分各加装了1具升力发动机吊舱，而这个吊舱内呢，足足塞入了4具罗尔斯罗伊斯 RB162-4D 涡轮喷气发动机。这款引擎单台能输出20千牛的推力，两侧翼尖一共有8台升力引擎，都是喷口朝下的方式安装。这个升力吊舱的作用呢，仅仅是为了垂直起降的时候提供升力使用，因此在垂直起降的时候，升力舱顶部的整流罩会打开，提供内部4具引擎运作所需的空气，并且翼尖的8具升力引擎的尾喷口是可以进行向后或向前15度进行调整的。这些尾喷口的方向调整两侧翼尖是独立的，因此 DO31 运输机可以在垂直起飞之后，通过调整翼尖的喷口方向实现转向等操作，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运输机垂直起降和飞行的问题。不过10具引擎所带来的就是非常复杂的动力输出方向，因此对于引擎的控制将会是一个技术难题。毕竟如果机身货舱内携带大量货物，而造成机身前后不平衡，这本就不稳定的动力输出可能会造成事故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德国设计师将运输机的机尾设计了4个喷嘴，其中2个朝上，2个朝下，并且喷嘴都是可以向后或向前15度调整的。其作用呢，就是用于调整飞机垂直起飞之后的机身俯仰控制问题。尾部喷嘴的动力来自翼下吊舱内的飞马发动机，这样的
的一套动力系统的共同作用下，可以解决 DO-31运输机垂直起飞的稳定性问题。到这里，该飞机的动力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。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下机身的设计。从外形上看，这款运输机还是非常奇特的，机身非常小，机翼却很大，这是为了方便进行垂直起降。该机采用常规运输机机身结构，主翼为悬臂式全金属上单翼，尾翼采用十字形尾翼布局。机身前部是驾驶舱，平直的上单翼安装有2个发动机吊舱和1间垂直起降发动机吊舱，尾部呢则是非常高大的垂直尾翼和安装在垂直尾翼中部的水平尾翼。为了进行垂直起降，在尾部设计上，十字形尾翼的升降舵安装在垂尾的垂直安定面上，方向舵则是常规的设计。在机身的前部是一个带大面积透明前挡玻璃的驾驶舱，与2战时期的大部分运输机、轰炸机的设计类似，能带来非常好的座舱视野。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，机内的操作系统同样是比较传统的设计，采用大量的相对老式的机械操纵系统，机内遍布各种机械液压管线，从而对飞机的发动机和各个舵面进行控制。不过，为了应对垂直起飞所需要的复杂数据，德国还给它配备了多尼尔的 DO-960混合计算机。虽然相对于现如今的电传操纵和电子控制来说呢，并不算很出色，但在那个年代而言，已经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了。有了这个计算机， DO-31运输机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仅由1名飞行员进行操作。在安全方面，DO-31运输机采用了当时非常罕见的弹射座椅，用来保证2名飞行员的安全。毕竟垂直起降运输机在当时还是属于新的技术，不稳定性和危险程度都很高，所以设计师给这款飞机配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马丁贝克 MK6 型火箭推进弹射座椅。而它的货舱在机身的中后部，货物和人员通过尾部的跳板式尾舱门进出。为了安装跳板式尾舱门， DO-31的机尾设计得很高，并且向上方翘起，这和如今主流的运输机设计一样。它的货舱内部可以容纳3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或者是24副担架，基本上能拥有3到5吨的有效载荷。虽然这个数据只能和现代的一架中大型直升机的运输水平相当，不过在飞行速度方面，它就要比直升机甚至是螺旋桨运输机要快得多了。其巡航速度大约为650公里每小时，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730公里每小时，最大升限超过1万米。该机能够在搭载3500公斤最大载重的情况下，航程为1800公里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这种速度算得上是非常可以了。并且为了能够承受机体和载荷的重量，该机的起落架都采用双轮设计。在起飞之后，前起落架向后收入机身，机翼下方的起落架则安装在发动机吊舱下，起飞后向后收起，埋入吊舱内。相较于后来出现的各种运输机， DO-31运输机的体型和重量并不出彩，它的整机长度为20.88米，翼展18.06米，高8.53米，空重49.5吨，整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仅为60.5吨。从它的整体外形数据上来看，基本上和重型战斗机差不多，而在机身长度甚至短于苏27和米格31这样的大型战斗机。对于一款运输机而言，这个实力呢还是有点不足的。而之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就这么点儿，是因为该机大部分的重量都分给了发动机自身重力，毕竟整10台引擎呢。不过在当时的这套动力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是很难实现同时启动，而各种尾喷口的控制也存在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，因此在早期实验的时候会发现飞机晃动的特别明显。这个问题在后续优化升级之后才得到解决。第二个问题是翼间的8具引擎会直接朝地面喷气，大量高速的热气流很容易会对地面造成侵蚀，并且还会出现引擎再次吸入排出的废气，造成引擎运转效率低下的问题。当时的设计师最后通过将垂直起降时喷嘴的角度设置为85度，而不是直接垂直地面的90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单从性能上来看的话，这款运输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款运输机最终一共生产了3架原型机，第一架最简陋，在1967年2月首飞，只安装了2台飞马发动机。到第3架原型机时呢，已经能够做到垂直起降、垂直改平飞等动作了。西德对 DO-31抱有很大期望，
设计公司甚至认为它在商业运输领域同样具有巨大潜力。该机在研发出来之后，参加了1969年的巴黎航空展，并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。而到了真正需要采购和装备的时候，无论是西德还是其他的北约国家都面露难色了。首先，飞机安装了10台发动机，复杂程度要比正常的运输机高出不少。而这些发动机的重量极大地影响了飞机的飞行性能和载重量。其中的8台升力发动机在平飞的时候简直就是累赘。其次，飞机的研制和生产成本实在是太贵了。人家英国装一台飞马发动机的要事就已经贵得离谱了，德国这装了2台还不够，还要再加8台，那钱一定不会少花。因此，当该飞机的前途被认为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的时候，自然没有人愿意继续投资了。后来，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军方对于垂直起降的兴趣锐减，该项目最终被下马了。其实以如今的眼光来看，该机3.5吨的运载量完全可以由大中型直升机来取代，比如来自美国的 CH-53 系列运输机，而来自俄罗斯的米26直升机甚至有和 C-130 类似的20吨的运载能力。可以说，大型直升机的出现直接宣判了这种小型垂直起降运输机的死刑了。即便它的速度更快，而如今那些更大的运输机，比如 C-130 和 C-17 都可以通过吹气襟翼等等设备来显著地减少起降的距离和速度，也能在不少平整地面起降。虽然没有垂直起降这个黑科技了，但是人家能装啊，几十吨的运载量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最终，该机仅剩下2架原型机保存下来了，分别存在厂商的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中，见证着这款喷气式垂直起降运输机曾经的辉煌。不过其实呢，道尼尔在 DO31 问世之后，还打算研发更大的 DO131 运输机，总共的发动机数量甚至达到了14台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用途和研制难度等方面的原因，最终被取消了。而 DO31 也成为全世界唯一一种可以垂直起降的运输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未来的运输机该是什么样的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